有关于中美关系一事，近日有美专家撰文表示，美国理应拉上欧洲盟友一起与中国对抗，而不是单打独斗。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美媒国家利益近日刊文表示，现阶段美国单打独斗对付中国有点力不从心。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将欧洲国家拉来一块儿对付中国，对中国进行金融、贸易和军事上的组合拳，才能够有效对付中国。美媒称，中国在欧洲国家扩大影响是一种威胁，它将使这些国家陷入一种依赖体系。欧洲在经贸上对华依赖，让人想起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对欧洲的控制。如果不重视中国的举动，这会限制其他国家与中国脱钩的能力。现在，美国的欧洲盟友应该需要注意到，美国将需要全球民主国家的帮助，来为协助台湾防御做充分准备。欧洲没有义务来援助台湾，然而面对中国大陆，他可能发现自己别无选择。此前 NBC 新闻就搞了一个中美模拟台海冲突的兵棋推演行动，分析了中美之间在台海爆发军事冲突可能走向的结果。最后甚至发展到了解放军使用常规武器或核武器打击美国本土的地步。因此，美国将可以充分动员其欧洲盟友参战。根据北约的第5条，一旦确认成员国受到攻击，其他成员国将做出及时反应。该条款被理解为各国部队将自动参战，并不再需要各国的参战授权，即集体自卫权。所以美国有理由号召北约的各个欧洲大国加入到对抗战争当中，欧洲国家将卷入到战火冲突当中，美国也可以抽调欧洲军队对抗解放军。另一方面，欧洲可以在经济上制裁中国，美媒认为这种制裁的威力不可小觑。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如果欧洲国家开始在经济上依赖中国，那么在战时就难以切断联系。美媒认为，美国必须与这些欧洲国家重建关系，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用武装自己，破坏中欧之间的经贸往来和合作，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不过，事情远非美媒想的这么简单。台湾问题是大陆的底线，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解放军的军力面对美国前沿岛链地区的部队呈现碾压之势。一旦在台海地区发生战火，美军根本不是大陆解放军综合力量的对手。毕竟在一岛链，美国的海空兵力只有驻日驻韩美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第7舰队的少量兵力，这兵力要面对占据优势的解放军是非常困难的。解放军海军的舰队集群、空军的战机集群和远程航空兵打击群都是岛链美军难以防御的。此外，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拥有数千发引弓待发的各式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些都是专门为美军及其盟友准备的大礼。因此，美军在战时第一岛链面临的军事压力是空前的。之前就有美专家分析，在一岛链内和解放军作战，美军绝非解放军的对手，海空力量美军均处于劣势，在岛链上的机场、军事基地、航母舰队全在解放军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这些目标都是优先打击的目标。因此，这也是为什么美军企图拉欧洲干预的原因，就是想借力打力，唆使炮灰先在前面顶着，给自己吸引火力。但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欧洲的那点海空兵力到亚太地区还不够解放军塞牙缝的。如果欧洲派遣海空兵力前来印太地区进行干涉，解放军就有能力使用反舰弹道导弹对其进行远程火力打击，将其舰队击沉或者重创。而且考虑到欧洲和中国的经贸往来，欧洲贸然随美国下场的可能不大。根据去年的中欧贸易数据，中国出口欧盟货物价值4720亿欧元，而欧盟对华出口也达到了2230欧元。中欧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深厚的合作基础，经济互补性强。因此，欧洲国家不太可能无脑随着美国搞事情到这种程度。喊喊口号和真刀子真枪往上撞，那可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儿。性命攸关的时候，谁都会先为自己考虑清楚。这场可能的闹剧最后损害的是欧盟自己的利益，追随美国至这种地步，一条道走到黑的结果。